想象一下，你是某个知名牛肉面店粉专的社群经理，你的工作是帮忙营造品牌形象、凝聚客户向心力、处理公关危机。然而，你其实不喜欢吃牛肉面，因为你吃素。所以上任之后呢，你开始攻击所有吃牛肉面的顾客。你说吃牛肉面的人道德低落，甚至要求老板把所有牛肉面的肉都换成素肚。于是客人感到不满，纷纷离开牛肉面店。这时，身为社群经理的你，还在数落这些不吃素肚面的人，说他们都是有毒的低等族群。这么荒谬的剧情，就连漫画都演不出来。但是在这几年欧美娱乐圈，它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Weird。这就是最近热议的 Remedy 社群经理 V 打事件。大家好，我是柚子，欢迎收看又在狗戏沙。今天整理了一些网络上的资料，跟大家一起聊聊最近游戏圈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这是狗戏沙里面我第一次尝试的风格，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不要忘记给我一些回应。今天是2026年1月10号，让我来为各位更新一下最近发生什么事吧。Let's go！ 2026年 CES 电子消费展上 ，Intel 发表自家18A 制程打造的最新 AI PC 平台 Intel Core Ultra 系列3处理器。由于我们都知道某些缘故 ，Intel 这几年呢正在努力摆脱一蹶不振的状况。这次发布的 1.8 奈米级制程产品，也是该公司发表到目前最先进的产品。而对玩家而言，最重要的是 Intel 宣布要进军游戏掌机市场，未来或许有可能会跟其他厂商一起进驻 Switch 跟 Steam Deck 或者其他掌机的订单。大家都知道，价钱这种东西就跟追喜欢的另一半一样，人越多，尊严就越低。或许下一代 Steam Deck 或者 Switch 的后续机型有机会撑过这波记忆体涨价潮，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提供给玩家。此外，在 Intel 的掌机企划合作伙伴中，赫然见到微软商标也名列其中，这就有意思了。外媒 Like Hacker 猜测，或许 Xbox 退出主机战争，但下一步就是准备进军掌机市场。如果微软真的进军掌机市场，玩家当然也乐见其成。毕竟啊，在做人家垫脚石、帮忙促销降价这些事情上，我们微软也算是驾轻就熟了。另外一则新闻则是 Discord 秘密提交 IPO。这个 IPO 是什么呢？很抱歉，我个人商业知识为零啦，所以如果有讲错，请帮我纠正。简单来说，就是 Discord 想要申请上市到华尔街，也就是说要卖股票面对股东了。Discord 是一个通讯平台，原本是为了玩家而设计的，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大型社群空间，每个月有超过2亿名的活跃用户。然而，随着 Discord 申请上市的消息传开，玩家社群不禁担心未来 Discord 会不会变得逐渐盈利挂帅。毕竟许多游戏公司一开始都是野心勃勃，作品充满自己的风格，在上市之后呢，却变成不懂游戏的高管空降，一切目标都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让玩家开更多的箱子，买更多 DLC， 或是享受更多 Pay to Win 的游戏体验。原本宣称呢不会依赖广告 Discord 已经开始植入了 Discord 任务这种软广告形式，让许多玩家不禁开始担心它会不会上市之后成为另一个动视暴雪。哦，对了，说到动视暴雪 ，Discord 现在 CEO 正是 Human Sagnini， 不认识他没关系，你只要知道他之前是动视暴雪的财务长跟策略长，更之前还是 Candy Crush 的公司总裁。常年来，玩家都把动视暴雪游戏品质下滑的原因一部分归咎到他身上，认为是他的股东优先与获益优先手段导致了动视暴雪的衰弱。如今他要率领 Discord 上市，究竟会像他说的服务玩家与开发者，还是会像以前一样优先服务股东呢？这场大戏啊，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2025年 TGA 年度游戏颁给了33号远征队，但是你知道的，只要有评分的东西，就是我们台湾人最擅长起争议的地方了。随着 Steam 玩家评选出四只歌为2025年的 GOTY， 网友们也对于2025年应该哪一款游戏才是最佳游戏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每个人都提出了自己的2025 GOTY。说实话，我觉得怎样都行啦。游戏评论本来就主观的，你喜欢的游戏别人不见得喜欢，别人喜欢的游戏你也不见得想玩。100个人就有100种 GOTY， 玩游戏开心就好，管别人喜欢什么干什么嘞。
所以说，还是我们尼基跟棕色尘埃玩家最简单的，哪款有屁屁，哪款就是我们的 GOTY， 赞！另一个重大的消息呢，则是据科技媒体 WCCF Tech 报道，辉达可能要重启3060显示卡的产线，主要就是为了应对记忆体的缺货跟涨价潮，再加上辉达现在重要的显卡供应链都流往 AI 市场的 B2B 市场。所以我们见证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玩家显卡等级竟然可以倒退撸的状态。作为一名到现在还在用3060破显卡的老人来说，我当然是乐观其成。毕竟啊，以前我只能看人家用什么5090高端显卡吊打我，现在终于大家一起穷啦，爽啦！但这则新闻呢，也意外掀起了玩家另一波讨论：游戏画面的进步是不是差不多到尽头了？再继续追求更新更好的画面，对玩家而言其实没有什么游戏品质上的提升。反而使得3A 大作越来越贵，工期越来越久，玩家要玩一款高画质游戏的前置成本也越来越高。留言区的大家觉得呢？我们真的有必要买一片要10多万的5090来玩游戏吗？总之，不管怎么样，如果你有组装电脑的计划，其实呢，你可以先等等，或许过个半年左右就有机会用经济实惠的3060显卡啦。至少我个人用了这么久，我是真心觉得3060蛮好用的。就算要玩 AI 生图也足以应付。最后则是许多死忠玩家关心的消息。作为一款文本优秀的作品，《活侠传》的社群一直很努力在推广这款游戏。最初啊，《活侠传》的韩文版本就是先由有爱的制作者做出了非官方翻译版，鸟熊才注意到《活侠传》在韩国的潜力，跟着推出了正式的韩文翻译版。而就在去年年底呢，《活侠传》的日文 mod 终于正式上线。从已经释出的内容来看，翻译品质其实不差，也代表《活侠传》终于靠扎实的文本传播到更多地方。正如当初韩文版 mod 出现的时候一样，日文版《活侠传》上线后 ，PTT 也每天翻译各种日本玩家对于游戏的反应。从 Steam Chart 来看，最近《活侠传》在线人数也有一波小成长。如果未来真的有机会对日文市场推出正式版翻译的话，又会是《活侠传》这个小工作坊创造出来的另一个奇迹。画面上的这位女性叫做 Vida Star C， 让我们谢谢 Google 小姐。这位女士呢是 Remedy 的社群经理，也是一位坚定的 DEI 执行者。最近在 Reddit 跟推特上的热议就是这位社群经理2023时在自己的推特上发表的言论。根据他所说，他工作时做的事情就是跟编剧团队刮干净，然后就可以让他们把所有有机会成为同性恋的角色都变成同性恋，还括号这件事情比你想的还常发生。言论一出，瞬间引发 Reddit 范围的愤怒。有些人宣称要抵制 Remedy， 又有人说为什么总是要政治挂帅，而 Vida 个人的推特也立刻锁了起来，不再让玩家观看。只不过网络是有记忆的，随着玩家深挖，更多 Vida 争议言论也浮上水面。从他过往的发文中可以看到，他开玩笑说他之所以加入 Remedy， 是因为游戏中可以玩到女性角色。而他本人在进行游戏推广时，也多次向经纪公司要求不要给白人男性直播主工商，而是要更加多元化的网红，并且宣称《心灵杀手》就是给 gay 玩的游戏。更有意思的是，他在一次社群活动中直接发文说，这个活动不需要那么多白人男性。哇哦！你能想象如果这个文章改成这个活动不需要这么多黑人女性会怎么样吗 ？Well， 你知道了。我一向以为社群经理是一个以和为贵的职业，即使你个人不喜欢白人男性，也不需要在公开的社群贴文上像个红卫兵一样表态，甚至是嘲讽原本就有购买你游戏的玩家吧。你要拓展客群到多元群体当然很好，但并不代表你要回头把原本的客群骂走，不是吗？对他们而言，好像你要支持多元包容，另外一群人就一定是你的敌人。可是玩家反对的不是多元包容，而是烂游戏跟烂剧本。实际上，虽然有这位 Vida 的发力，《心灵杀手2》在销量跟评价上依然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即使有些玩家对于 Jump Scare 怨声载道，但剧情上的确也没有太多人在挑毛病。但这并不是 Vida 的功劳，也不是因为《心灵杀手2》有多少正确议题，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款优秀的游戏。在优秀的游戏里面，多少添增一些你自己的个人想法，并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但玩家担忧的是，一名在社群网站如此赤裸裸公开自己介入剧本，又明显展现出对直男敌意的社群经理，接下来又会做什么？就像《最后生还者》第1代是一款优秀的游戏，
然后就出现了有人拿着《最后生还者》的 IP 搞了一个满足自己私欲的吃屎剧本。如果 Remedy 的制作团队能够继续压制这位社群经理，那当然不是什么大问题。怕就怕当《心灵杀手2》表现不错后 ，Vita 的话语权进一步扩大，最后直接当着玩家的脸拉一坨大的。那毁的不是一款游戏，而是玩家多年来承载的记忆。更让人痛苦的是是有一群有着优秀能力的制作团队，却要服膺于某位天才高管的个人政治倾向，把游戏当作是完成他个人人生使命的平台。说真的，这么爱搞这些东西，你去当老师不好吗？2026年，眼看 DEI 热潮逐渐退去，新民特工用自身血淋淋的例子告诉大家，其实所谓的多元、平等、包容市场，并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大。他们用更多的人感觉到自己被具代表性，就会有更多的人来玩游戏这种话术，蛊惑制作公司跟他们的股东，以为游戏里面只要出现的人种够多元，玩家就全部都会买这款游戏。事实上呢，玩家在乎的是游戏好不好玩，跟人种是否多元根本就没有关系。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在玩旷野之息的时候，难道会觉得白人精灵角色对我而言很具代表性吗？或者角色性别从男性女性变成体型 A 体型 B， 难道会对游戏本身的品质带来什么帮助吗？如果以上皆是的话，那新民特工为什么会翻车呢？这让我想到前几年巫师的 Netflix 剧集引发争议的时候，有人挖出来编剧团队里面有人在社群网站公开说，我要把所有我自己儿时的酷儿创伤写到每部作品里。作为一个有在接点案子的写作者而言，我不太能够苟同这种想法。你当然可以有个作品想要表达自己的酷儿创伤，或者有个作品里面角色都是同性恋，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你作品本身的调性真的符合这个主题吗？你是为了完成这部作品加这个议题，还是为了这个议题强行扭曲了这个作品？如果是后者的话，对不起，你写的东西不叫剧本啊，那叫课本啊。接下来让我们整理心情，看看最近又有哪些精彩游戏吧。瘟疫3是一款由俄罗斯团队开发的心理恐惧生存 RPG， 最新作呢于今天发售。游戏主打时间旅行机制，玩家可以像蔡月昂一样一次次回到过去扭转剧情发展。这是一款气氛压抑、更强调故事与氛围营造恐怖游戏，有兴趣的玩家千万不要错过哦。星球裂缝是由曾开发热门生存游戏《绿色地狱》的波兰团队打造的全新作品。本作是一款结合了第一人称开放世界、基地建设、自动化物流与生存战斗的科幻作品。游戏目前还在抢先体验阶段，但如果喜欢这种第一人称射击跟建造风格游戏的玩家，可以考虑现在加入游戏。但建议最好还是多找几个朋友在一起玩哦。异世界冒险者公会是由独立开发者 Bad Beer 打造的一款结合了战略角色扮演跟 Roguelite 元素的公会经营模拟游戏。该作预计于2026年1月13日在 Steam 平台展开抢先体验，目前已经推出了免费 demo 供玩家试玩。游戏核心玩法是以经营冒险者公会、派遣冒险者完成任务为核心，不过经营并不是全部，玩家还需要操作冒险者战斗。所以呢，如果你只想安安稳稳当个什么都不干的甩手掌柜，那可不行哦。Dread Mist 是一款标榜纯粹非盈利的奇幻 MMORPG， 在今天发布。游戏号称绝对不含任何科技内容，而且游戏容量只有800 MB， 主打就是上手即玩。虽然游戏画风看起来非常古早，但私人副本竞技场一样不少。如果你想体验古早味的 MMORPG 长什么样，或许可以考虑上来玩玩看。任天堂本家作品也不是没有翻车过，其中翻车最多次的就是马里奥的各种运动系列。只不过关于马里奥网球这款游戏，我会说这是一款非常值得先关注起来的游戏。Switch 上的马里奥网球曾经是我几乎每天都要玩的游戏。游戏中除了基本的体感挥拍之外，也有像马里奥赛车那样可以用各种不同技能给予对手打击，是一款非常有趣、适合作为派对游戏跟朋友一起玩的好游戏。当然也很适合拿来电你家的亲戚朋友小孩哦。从目前释出的情报看来，这次会加强单机游玩的部分，让玩家即使不打多人也有不错的游戏体验。更多进一步的情报就等游戏发表咯。经典日式 RPG《勇者斗恶龙7 Reimagined》
反正就是重置版啦。现在重置版真很多五花八门的名称这款游戏将在2月5号上市，是 Square Enix 为了庆祝《勇者斗恶龙》系列40周年推出的重量级重置作品。游戏采用虚幻五引擎打造，让画面更为丰富，也搭配了全语音以及一些系统最佳化的改动。想要重温经典的玩家，还不赶快关注起来！以上就是我们第一次做的周报啦，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如果你喜欢或是不喜欢这个形式，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我会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改进。当然，如果你喜欢的话，别忘记按赞、订阅、留言、分享，还有去我的卡卡斗小说空间看看。那么就这样啦，我们下次见，拜拜。